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什么呢？是练习听到或是感觉神性的声音，或是神性的感觉。在练习过程之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相信自己，每一个人身上里面的大我。是如此接近神性的时候，每一天回到家，请你找一个时间，好好静下心来反省自己。这个动作很重要，反省自己，然后并为自己负100%的责任。如果你能够一直这样练习，你对神性给你的声音，或是念头，或是做法，会更清楚。反省呢，就是你今天，你想一下，你今天从出门，然后上班或是上课，到回到家，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都是正向的？是不是善良的？是不是为他人着想的？这很重要。如果你可以慢慢练习，然后回到家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不是去抱怨别人哪里做的不好，然后没有为你做的付出等等，那些都不算练习之内的事。为什么现在的人那么不快乐？因为他们都是从外界去寻找，可是真正的快乐是你必须去找到你自己内心的平衡。如果你找到你内心的平衡，然后也听得到神性要给你的信息的时候，说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庙宇里面或者是教堂里面，跟我认为比较神圣的神明啊、上帝有去做祈求，就是跟我自己的大我接近神性的大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去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在这个练习，你要那么接近神性的大我之前，你必须先为自己的所做负责任，然后内心的平衡很重要，不要一昧的往外在去寻找。比如说我要穿多好的衣服，我要开多好的车子，我要使用多高级的物品。其实你在那些地方你是找不到真正的快乐，也没办法平衡了自己。所以其实真正的快乐是从你的自我反省、为自己负责任开始。刚开始可能你们如果没有练习到一个程度，可能会有点听不懂我讲什么。但是真的，如果你真的有练习，经过练习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神性给你的，就是大我给你的指示还蛮清楚明了。那你在练习过程，如果这个是大我给你的信息，那比喻好了，就是你脑袋里面有两个你，两个人在对话，你会去练习到哪一句话是大我要给你的话，哪一句话是小我给你的话。但练习到现在的我呢，很容易去判断哪个是大我要给我的信息，然后我就照大我的方式去前进。如果我真的都是按照大我的信息去前进，其实前方会蛮顺利的，不会有太多的困扰。那如果说我是小我的情绪的话，在我心中作祟，我去执行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阻碍，这是我的练习。所以呢，当我找到我的大我之后，然后认真去聆听大我给我的信息，我按照它模式去前进，其实真的，我每一天都非常的快乐。
到现在，就是你几乎每一天醒来都是美好的，就是从梦里面也是，有时候信息会从梦中出现，比如说我在一个事件中卡关，我不了解这个事件到底要给我的是什么启示，那我静下心来，然后对这个事件跟大我说，我为这件事情负100%的责任，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但请原谅我，我可能哪里没有做好，请原谅我。那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明确的指示。有时候在梦中会把事件的架构，甚至背后的意义，会用在梦里面不一样的方式呈现给你。如果你都有在练习的话，你就会恍然到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以前也是平凡人，我没有经过练习之前，我也是常常上，就是遇到挫折，我就会上庙宇里面，甚至求签啊，从求签当中，我就会得到哦，原来神明有听到我的那个讯息，我就会因为他的签会回应我的问题，我就会很高兴。那中间在练习的时候也发现，如果我是跟上帝祈祷的话，我翻开圣经，我随意一翻圣经，其实上帝也会给我在我随意翻开圣经的某个章节当中去回应我要问的问题。在还没有练习之前，我会做这些动作，但是当我慢慢练习，找到大我之后，我觉得我每一天几乎都是在跟上帝或是跟神明处在一块，你根本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大我的讯息都可以在你脑袋里，就好像录影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事情，其实在好早以前就已经有收到讯息，要透过影片让更多人经过练习，然后提升自己。可是小我就会反应，我不会去做影片啊，我不会后置啊，我又不会在上面再打字，然后再播出来，我不会剪接什么，我好多我不会，我怕我传出去，我可能没有人看，就是很多担心之类的。我说了我是平凡人嘛，就是小我给的回应，所以我没有理会上面的讯息，直到12月12号那一天，那个讯息告诉我，你就是做就对了。于是呢，我开始录影，这是录影，只是单纯录影上传。如果这是你一个你自己逼自己要做的功课，你会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一些什么，你要分享。但是我真的听话就照做了。说也奇怪，每一天的某一个时刻，你就会知道你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什么。我完全不用担心，了解吗？这就是你要在每天的反省之中，然后去找到你心里的平静，然后对自己负100%的责任。这样子大我接近神性的声音会在你脑袋里面发生，会在你梦里面发生。然后你听到信息之后，就要像我一样，摒除所有的问题，做就对了。而且你会越做越觉得美好，然后你会觉得很奇妙，到底这念头是哪里来的？这个信息是哪里来？但是你经过练习，你就会越来越明确的分辨说，哦，这是大我的声音，这是小我的声音，在脑袋里面会不断的穿插，然后每一天出现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那如果说你能够慢慢练习到更高的境界，就如我现在一样，有时候我们就偶尔会用这样子的功能，然后去扫描对方。就是，但是你的心要非常纯净，你没有非分之想，你没有想要去害人家，或是你想要在这边图利自己什么，你都是希望对方能够好，然后去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帮助人家，就如此而已。所以今天这个影片要告诉大家，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能力，但是需要靠练习，然后去聆听里面的我的对话是哪一句是大我给你的话，
还是你内心小我的挣扎？懂吗？如果经过练习，你是可以容易去分辨大我跟小我给你的话，好吗？就是经过练习，慢慢练习，反省，反省自己每一天做的事情，为自己负100%责任，这很重要，可以更接近神性。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I love you，拜拜。